中美昨晚又进行了一次高层通话，是沟通，是合作，是给全球的信号，也是给日本套上的绞索。通话强调了3件事儿：第一，APEC 会议之后，中美关系行稳向好；第二，台湾回归是战后秩序的重要组成；第三，美方认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并理解中国关切。这个理解在外交辞令里是有特别的含义的，即表示认同对方核心利益的诉求。换言之，龙哥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也请龙哥放在心上。电话结束之后，川普确认4月会访华，随后白宫方面要求鬼子家接电话。中美这通电话意义深远，可以认为中美俄的本土利益派正在对民主党为首的全球利益派发动围剿。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劝和促谈，只要你们不想打了，我们也不掺和。本质上，支撑乌克兰和支撑鬼子家搞军国主义复辟的都是同一派利益集团。目标很简单，就是制造全球动荡，让资本回流到美国避险，让各地打残之后再抄底资产。这也是强行复苏美元潮汐的一个办法。然而如今特朗普他也不只是美国的总统，他同样也是民主党上台之后第一个要清算的目标。所以在针对全球利益派或者说资本白左政治集团这个问题上，中美俄三方是有着相当大的共识的。在台海局势上，日本现在就是症结本身，先是计划要在最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距台湾仅仅110公里，然后又公开了自己的车牌号3777。鬼子教科书改得一干二净，但是对自己做了什么是一清二楚啊。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外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守军第29军拒绝之后，开始炮轰宛平城，77事变爆发。77事变不在他们的书上，却在每一个心怀鬼胎的军国主义余孽的心里呀。21年的时候，索尼发布会上就特意选在了7月7日的晚上10点，遭到抵制之后，还有一大堆理中客跳出来说，只是我们自己心里敏感，战后日本一代并不理解这个日子。现在看一看，一般不挂车牌，而且很少对外公开车牌的日本首相车辆，为什么是这个号码呢？摇号刚好摇到的吗？在经济上受到我们的各种反制之后，日本内部开始分裂出反对搞事的声浪之后，这个号码放出来，就跟伏地魔归来之后释放的骷髅灰烬一样，召唤着他的食死徒们。一声狗哨吹响，鬼子们那颗遇事不决就搞侵略的心呢，他就活络起来了。实际上，世界上主动攻击过中美俄3国的国家只有日本。英国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跟美国的冲突是第2次独立战争，跟俄国的冲突是围绕巴尔干和克里米亚的。英国是全球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不断的挣扎，而日本是在自身困境的时候有了域外资本的怂恿，他就愿意铤而走险。甲午战争，鬼子背后主导的金融集团就是英国，认购了发行总额 80% 以上的日本战争债券，大概是960万英镑。当时汇丰银行就作为英国在华的代表，给日本提供了融资渠道，同时英国还提供了军舰等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英国当时的目的是利用日本对抗俄在东亚的扩张，将其打造为远东宪兵，通过控制日本的金融影响东亚格局。可以说啊，在给西方在亚太当狗这件事情上，日本是始终如一的选择。它进入现代化之后就一直如此，仗从来都不是他自己的粮来打的，而是用主人赏的狗粮来打的。只要有主人的支持，他的野心就会无限的放大。等到日俄战争的时候，鬼子的主要支持方就是 JP Morgan 和犹太金融集团，前者承销了 1.2 亿美元的日本战争债券，后者主导国际融资，提供了超过10亿日元的贷款。战争期间，日本发行过4次公债，共募集到了约8亿日元，占总共军费的 47%。摩根财团承销的债券资金用于帮助日本购买美国伯利恒钢铁厂305毫米的重炮，该炮在旅顺战役中摧毁了俄军 60% 的暗防工事。英国呢还负责提供各种军事顾问、情报支持和海军技术，帮助进行日本的港口设施的改造。德国后期也购买了部分的日本战争债券，总额约1亿日元。在整个战争中 JP Morgan 赚取了高额的债券承销费用和利息，美国也扩大了在东亚的影响力。犹太资本成功报复了沙俄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跟英国一样控制日本金融业，增加在东亚的影响力。随后侵华战争中，日本最大的支持财团就变成了美国的工业巨头洛克菲勒家的标准石油，提供了日本 90% 的石油需求和 90% 以上的钢铁。
福特、杜邦和梅隆财团从冶金技术到炸药制作，再到飞机制造，那都是鼎力相助。1937年7·7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1938年的时候，日本从美国进口的战略物资占比中，石油占比 65.6%， 机器 67.1%，废铁 90.4%， 铜 90.9%， 飞机 76.9%， 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而后随着二战的全面扩大，日本占领了法国在印度南部的地盘之后，美国实行道义禁运，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再之后才爆发了空袭珍珠港事件。可以说啊，日本在珍珠港上空飞过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在硫磺岛上打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有美国资本的 DNA。而对于日本来说，活不下去就当狗，吃狗粮，强身健体之后，跟狼也就大差不差了。反正这是一种路径依赖。而对于从二战期间发迹的以犹太财团为核心的欧洲以及北美财团为重要支撑的全球利益派，一直以来做的都是发战争财的生意。金融战也是战，金融战能吃饱就美元潮汐，金融战吃不饱，他们一点都不介意热战。他们是资本这个上帝最忠实的奴仆，为了资本的无限扩张，死的是同胞还是斯拉夫的汉子，跟他都没关系。本质上，之所以他们被叫做全球利益派，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资本在全球到处跑马圈地，强取豪夺，他们在哪儿都能受益。至于说本国的前途命运，一点都不重要。其实西方的精英圈层啊，时时刻刻都试图把电影《极乐空间》里那种想象变成现实。电影里面，富人居住在近地轨道的环形空间站上，享受着极乐空间，享受着完美的医疗和奢华的生活，而穷人则被严格隔离在被榨干的地球上，挣扎求生。而大名鼎鼎的硅谷科技资本的精神教父彼得蒂尔就有一个项目叫做 Sea Stating Institute， 被翻译叫做海上乌托邦。这个项目的核心构想就是在公海上建造类似石油钻井平台的浮动设施，然后形成独立的海上聚居地，最终打造成脱离现有国家管辖，拥有自主社会、政治和法律体系的独立城邦。当然，能去居住的人都是投资了该项目的股东们、富人们。本质上依然是想制造一个经济、政治和地缘的离岸，最好是全世界都打生打死，资本全部跑出来避险。现在欧盟的职业政客就是最典型的全球利益派。他们根本不在乎本国的发展、同胞的就业、支柱产业的升级。作为全球资本的政治代理人，他们唯一的 KPI 就是制造各种机会，让资本这头虎找到日本这种娼。至于事后如何收场，就像二战时全力支援日本的美国财团一样，资本根本不介意发自身的国难财。俄乌冲突爆发，其实跟现在鬼子要给军国主义还魂可以说是同一套把式。通过地缘蝎子反复的在对手的核心关切上面去试探，目标就是搞乱对手，驱赶动荡地区的资本避险回到美国，同时打残当地的资产价格，让美元进入抄底。此前我说过，美元现在因为无法恢复美元潮汐，导致降息也不行，保持高息也坚持不住。在川普关税收割咱家失败之后，很明显民主党的势力在卷土重来。日本右翼和民主党把搞事独苗这种弃子扔出来，要的就是个不计后果的主子。退一万步说，可以探探咱家的虚实，毕竟一个乌克兰也是让俄罗斯漏了不少的底。在讲美俄给出28条和平协议那期节目里，我就给各位分析过，川普现在想要的是对华贸易恢复经济、快速增加支持率的算盘，实际上已经被民主党的这只狗给打乱了。但是限于他的总统身份，很多对日本的不满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所以就狠狠的给另一条冲锋陷阵的狗一刀。美俄现在给乌克兰和欧洲套上的28条和平意见，其实不单纯是一个分割乌克兰土地和矿产的协议，更宏观一点来看，是跟全球利益派博弈的第一轮的筹码。博弈是动态的。有些同志们留言说，哎呀，这样美俄岂不是就合作了？我们就要受到挟制和孤立了？完全不是如此。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的执政的利益团体的结合点也是不同的，要动态的去平衡和调整。简单说就是时刻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现在川普的主要矛盾是中期选举，而且要恢复国内的经济。俄罗斯的主要问题是收获战争的果实，恢复国内的经济。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台海问题不容试探，持续增加发展，恢复经济。可以说民主党为代表，
欧盟政客和鬼子作为马前卒的全球利益派已经站在了中美俄这3国本土利益派的对立面上。这帮国际利益派正想方设法地延缓美联储的降息，同时在加速自己的昌轨，挑动地缘紧张的步伐，试图在降息之前搞崩一个地区的资产价格。我们的、日本的或者某岛的都可以，资产价格崩了，降息之后的美元才有低价的标的可以夺舍。现在美国国内保持着高息，不单纯是一个高血压的这样的形容，其实更像是美国在用自己的血饲养着一个巨大的蜱虫。国债持有者们、华尔街财团们正在通过吃利息，把美国国内生产创造的所有的资源和生产价值的份额全部吃掉。他们吸不到全球的利益，就在吸自己本土的利益。美国的本土利益派已经开始跟国际利益派产生严重的对立了，这就是两党对立的根本性实质。而俄罗斯的全球利益派，随着欧美冻结了俄罗斯的海外资产，其实已经被挤得差不多了。最好笑的就是那些自己反俄的俄罗斯寡头，现在成了被自己养大的政客们收割的对象。在国际利益派里面，同类相食是常态。我们自家的国际利益派正如过街老鼠一样见不得光。随着我们最近2年对金融队伍的清理，曾经的一大票皇协军从老子到儿子都在谱写铁窗生涯的新篇章，还有一些协从已经乖乖的闭了嘴，也不当首席了，也不去鼓吹去日本当赘婿了。试问现在听了当时首席要投资日本的那些人，在国际利益派对结果毫无顾忌的挑衅之下，你到底是他们的一份子，还是他们的一盘菜呢？在中俄2国的国际利益派都已经掀不起风浪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内利益派被上周的市场和虚拟币折磨得欲仙欲死之后，3家现在当前的主要矛盾就都变成了同一个目标：民主党。昨晚的中美通话不是我们有求于人，而是现在中美俄3国的本土利益派其实已经找到了一样的共识点。现在美俄正在借俄乌停火的问题挤压欧洲和民主党的利益。俄乌停火并不会简单的因为白宫和莫斯科的协议停下来，真正停下来其实必须是乌克兰和背后的欧美全球利益派，以及美国的本土利益派和俄罗斯达成利益的妥协，才能取得和平的结果。如今中美通话，川普已经确认4月受邀访华，受邀2字其实就包含着目前中美的本土利益派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那么4月如果川普得到了跟我们的大交易，中美关系得到缓和，对其中期选举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川普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大单，以及对美国的利益去敲打盟友日本和民主党的搅局，就顺理成章了。而且还显得是他反向利用了民主党的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谓是英明神武，赢血永存。所以昨天纳指就被这个消息一鼓舞啊，垂死病中惊坐起。之前的 AI 恐慌也不慌了，流动性危机也不怕了。现在的全球经济基本面分析可以说只有政治这一个面了。实际上这次通话并不是我们拿本子没有办法了，然后给川普打了个电话让他帮个忙，而是我们在进行事实性的改变之前，要对当前的大国做出一个利益分配前的沟通。如今啊，敌国条款已经拿出来了，琉球法理性基础也摆在了联合国的台面上。就像开篇我讲，日本对中美俄3国发动过袭击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次的利益分配。那么实际上现在要处理的就是战后我们实力不允许上牌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现在强大起来之后，在地缘稳定和政治局面中势必需要其他方面进行退让，留出我们自身的战略空间，否则我们就不介意硬碰硬，这才是这通电话的真正基础。世界政治上不存在你求我帮个忙我就好心答应你的好事儿。美国愿意理解中国关切的本质是，我们现在有实力让利给川普，让利给共和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利益势必也要被满足。在中美俄3国主要矛盾能够达成一致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的问题上，琉球问题势必是会被提上国际日程的。日本的战后地位估计要迎来一波新的清算和洗牌，我们挺进西太平洋的步伐并不会停止。昨晚这通通话的真正威力，估计要在1-2个月之后慢慢呈现为战线上的改变，各位不妨拭目以待。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